修一台联想电脑，它的问题呢是不开机。然后呢，给它通上电以后呢，我们看一下，点这个开机键，没有任何反应。看一下上面的指示灯也不亮，然后呢，上面的风扇也是没有任何反应的。像这种情况呢，不开机，它分为3种：一是上面的电源有问题；第2种情况呢，就是主板有问题；第3种呢，就是上面的开关有问题。这3种呢，我们都需要来检查一下。检查方法呢，就是先简单后复杂的方法去检查。这个铁盒子呢，就是电脑的电源，我们先检查一下它，看它有没有问题。首先呢，在主板上面，这个电源插头我们给它拔下来，然后呢，我们仔细看一下上面这个插头，这几条线里面只有1条是绿色的线，然后呢，我们就需要呢给它短接一下这条绿色的线，就是随意啊，就是找一条黑色的线和这条绿色的线给它短接一下，然后来测试一下，看一下这个电源坏不坏，用这个方法来判断电源好坏是最简单的，也不需要用腕表。在这儿呢，用个镊子或者呢是用个细铁丝都是可以的，就这样给它短接起来。短接起来之后呢，然后看一下电源上面的风扇，已经转动了，看一下是吧？风扇呢是在启动的状态，风扇转呢就说明这个电源它没有坏。接下来呢，把这个插头再给它插到主板上去。下一步呢，检查一下这个开关，看它坏不坏。其实呢，开关坏了以后也会出现这个开机没有任何反应。像品牌机，它的开关呢和组装的电脑开关都是不一样的。如果是组装电脑的开关呢，就不需要拆开关来检查，只需要呢就在主板的插头这儿找到 PWR 的2条线，就可以检测开关的好坏。像这个品牌机呢，这儿也没有标注，然后这些线呢也全都是一样的颜色，黑色的线。所以呢，检查的时候呢，就需要把这个开关先拿出来检查一下。这样呢，一般呢都是有个卡扣或者是有螺丝。品牌机卡扣其实很多的，把卡扣弄开，然后呢把这个开关给它拽出来。咱们来看一下，这个开关上面呢是有4条线，其实呢中间的这2条线它只是上面的一个指示灯，然后边上这2条就是开关。咱们还是一样，用这个镊子给它短接一下，然后看一下这个电脑能不能启动。短接之后呢，这个指示灯亮了一下，现在又可以亮了，一直这样亮一下，然后灭了，亮一下就灭了，一直这样循环。然后呢，再看一下电脑这个主机，这个风扇呢转一下就停了，转一下就停了，看一下一直就这样循环。这个问题呢，其实呢发现又多了一个问题，它这个开关坏了，然后给它短接了以后呢，开机以后风扇还转下停，像这种情况又是另外一种问题了。像这种情况一般的都是这个主板的问题。然后我仔细观察一下，发现这个内存条好像呢客户自己好像是拆过，拉进去的看一下，这样呢好像是没有把它按到底。其实如果不按到底的情况下，这也不会出现这风扇转一下就停了。先给电脑断了电，然后呢把这个内存条给它按到底，接着再通电开机，再试一下，看一下能不能开机。还是一样啊，先用镊子给它短接一下。OK， 然后呢看一下电脑风扇还会不会再停。现在好像是一直转没有停。然后在这儿看一下这个指示灯，硬盘的指示灯好像它也闪，是正常的，也可以正常读取。最后呢，我就不连接显示器了。大家说这个电脑有没有修好呢？我们在评论区见。今天才知道，原来钥匙断到锁芯里边了，不需要专业工具，只需要呢用一个报废的笔，就可以快速的把这个断掉的钥匙给它取出来。这个方法呢非常的简单又好用，不需要用专业工具啊。首先我们看，像这个钥匙呢断到锁芯里边后呢，你看根本一点头也不露，是凹进去的。这个时候呢，如果想要用个针啊，或者是用个剪刀或者镊子把它给弄出来的时候呢，你看根本也夹不住，往外拨也拨不出来，非常的费力。如果去找个维修师傅呢，给你开锁也非常麻烦啊。但是呢，这个维修下来可能也需要几百块钱，非常的不划算。
今天呢，给大家分享这个视频啊，就非常简单了，只需要呢找一支报废的笔就可以了。我们看家里啊，像这种报废的笔，一般都有是吧？随便呢找一支就可以。我们可以拿这个方法都是一样的。其实呢，我们首先操作的时候啊，先把这个笔找一个笔头这个地方，然后呢用打火机给它烤一下先。我们来看，先把它给点着。我们来看啊，这样一直烤。这样烤着了以后，然后呢，让它先燃烧一会儿。我们看已经燃烧了，是吧？先燃烧一会儿，然后呢，把它按到这个锁芯上面。就这样按上以后呢，让它先冷却一会儿。冷却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松手了。我们看，现在你看可以松手了吧？它也不掉。用这个方法的原理呢，就是啊，看一下这个断掉的钥匙这边啊，你看这个钥匙断掉这个截面这边呢，它是凹凸不平的，你看是不平的。然后呢，通过打火机把这个笔啊给它烤一下，烤融化了以后呢，它就可以粘到这个钥匙它这个坏掉这个截面这边了。然后呢，等它完全冷却了以后，我们看完全冷却后，我们一拔就可以把这个断掉的钥匙给它拔下来。我们来看，已经冷却了，我们往外迅速的拔出来，你看怎么样呢？现在就可以拔下来了，是不是非常的容易？是不是？你看，而且它粘的也非常的牢固，怎么样呢？这个啊就是快速取下来断掉钥匙的一个非常好用的方法啊！无论是这种抽屉的锁，还是家里的门锁，还是挂锁，都可以用这方法快速的取下来里边断掉的钥匙啊！这方法非常的实用。塑料件破损断裂了怎么办呢？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简单又好用的修复方法。把它修复好以后啊，非常的牢固又耐用。我们来看，这是遥控器上面的一个后盖，上面这个挂钩断掉了。在使用的时候呢，你看放上去以后挂不住了，很容易掉。但是呢，用个皮筋儿给它套上呢也能用，不过非常的不美观。所以说今天呢，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它的修复方法。像这种修复的时候呢，分为2个步骤。很多人呢只知道第一步，不知道第二步，只有经过第二步给它修复完以后，才会变得更加的牢固。我们来看，在修复之前，先把断掉的这半截给它先装在这个后盖上面，先给它对齐，找到这个固定的位置以后，然后呢把它拿下来。接下来呢，第一步用这种胶水给它粘一下。这只是操作第一步啊，一定还要经过第二步操作，不然的话，只靠胶水就这样简单的给它粘上，它是不牢固的。因为你看它的接触面积比较小，原来呢它就会坏掉了，何况我们用胶水再给它粘上，是不是？如果只是简单的给它粘上也是不行的，用不了几次还是坏。你看用胶水这样弄好之后，然后呢放到我们刚才比好的位置，对好的位置啊，让它先固化一下。我们来看一下胶水干了以后呢，我们再进行第二步操作。首先呢给它还要加固一下，不加固一下的话还是不耐用的。我们先用个刀片在这个断掉的它这个裂痕旁边给它刮一刮，把这个面呢给它刮的粗糙一些，不要让它太光滑了。这边刮一下，刮完之后，然后呢把这边也刮一下。我们等会儿呢给它做一个加固，加固完以后才会变得更加的牢固，更加的耐用。好，就这样处理完以后，再找个易拉罐上面这个盖子，用个剪刀给它剪一下。我们需要用块这个材质的材料，先对比一下，用它作为一个辅助工具，给它再加固一下，这样呢会更加的耐用。剪好了以后，然后呢在这个砂纸上面给它正反面打磨一下，打磨一个粗糙面，然后用钳子给它夹住，夹到中间的位置，给它折个弯给它，就这样就可以了。再用胶水给这个塑料件上面滴点胶水，滴上去以后，把这个铝片给它放上，做个加固。这样加固好以后，非常的牢固。好，就这样呢，让这个胶水先让它自然晾干。修复完以后啊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因为有这个铝片加固，所以呢，你看非常的牢固啊，比它原来还要牢固。我们再来测试一下，看一下能不能把它装上。
没问题，是不是？而且从外观也没有看出它是修复过的，非常的实用啊，这个方法。好了，视频感谢大家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原来把电池放到烟盒上面就可以给电池充电，很多人呢都不知道这个方法，给大家呢来分享一下。我们来看，首先呢我们放的时候呢，先把这个烟盒我们给它先拆开，拆开了以后来放。我们看，先把它拆出里边的这一层，我们主要就用里边这一层锡箔纸。用它充电的时候呢，我们来看啊，不管是这种5号电池、7号电池或者1号电池都可以。在它充电之前呢，我们先测量一下，找一块电量最低的电池，我们给它充电。我们先测这一块，你看是1.44，这一块是有电。然后这个小的，我们看啊是1.43，然后再看这一块1.40，就这块电池电量最少，我们呢就给它来充电。充电时我们来看，首先呢，我们把这张锡纸啊，我们给它先撕开，我们看撕下来一截以后，然后呢，我们从中间再来给它撕一下，只需要用这2个锡箔纸就可以了。然后呢，充电的时候给家里啊再找一个就这样的锂电池，我们用这个电池就可以快速的给这个电池给它充电。充电时啊，我们来看，先把这个锡箔纸面朝上，然后呢，我们把这个锂电池负极放在这个纸上面，然后呢，把需要充电的这个电池呢，干电池也是负极放在上面。放完以后呢，然后我们把这个锡箔纸给它再扣上，这样的是上面都是正极，下面都是负极。我们来看，不好操作的时候，我们也可以把它给放倒啊，放倒也可以。我们看，这样让它并联在一起，只需要20秒钟就可以给这个干电池给它恢复满电。假如家里的电池没电了，应急使用，那怎么办呢？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方法了。过个20秒钟以后，然后呢，我们把这个电池给它拿下来测量一下。现在大概10几秒钟，快20秒钟了。然后呢，我们把这个电池拿下来。刚才我们测量的时候是1.4，是吧？我们现在再来测量一下，看一下充了多少。我们看，现在1.61了，是吧？说明这个电量比较充足了。1.5的电池变成1.6了，虽然它是蓄电，但是呢，这个电池再用个10来天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这方法非常实用啊！塑料外壳破损断裂，上面有个大窟窿，怎么把它给修补起来呢？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用的方法，把它修复好以后不仅非常美观，而且也非常的牢固。我们来看，因为这个窟窿是比较大，掉的那一块呢也找不到了，这个时候怎么办呢？我们看，先把这外壳给它先拆下来，然后呢，我们先用个笔直刀，先找个东西给它先画一下。我们先给它画个有规则的一个尺寸。然后把这个笔直刀给它先掰断，把它拧在烙铁上面。这样呢就变成一个切割刀了。我们把这个多余的塑料件给它切割下来。给它切好了以后，然后呢，再找一个其他的一个废塑料，把它放上去，用笔给它画一下，按照这个需要用的大小的位置给它画一个。画好了之后，接下来把这一块给它切割下来，需要用到这一块，然后呢，把它放在这个位置，先试一下大小怎么样。还行，正合适。这个弄的时候有点失误了，应该这面是个磨砂面，应该把这面弄到这面就好了，因为这儿也是磨砂面。就这样对齐之后，然后呢，用电烙铁先来给它焊一下，把这一圈都给它焊住。焊完这儿之后呢，等会儿还需要进行下一步的操作。如果单独就这样给它粘完后，它还是不牢固的，容易掉，还是容易坏。就这样给它先抹平，抹平之后，然后呢，在它的背面再给它处理一下，再给它加固一下。然后呢，用砂纸给它打磨一下，再把里边给它加固一下。加固里边的时候呢，弄点订书钉，就这个东西。把它放在里面，我们看，
还是用电烙铁给它放上加固。然后再用电烙铁把这些缝隙给它再抹平，这样修复完以后是非常牢固的，无论怎么弄它也不会坏，也不会掉。到最后呢，把这个壳再给它安装起来就可以了。在金属管上面粘上一条手机充电线，就可以快速的把这个不锈钢管给它切断。不管是铜、铁、铝或者是不锈钢的这种金属管，都可以用这个方法。平时在家切这种金属管的时候，没有切割工具啊，就可以用这个方法。操作的时候啊，也非常的简单。首先呢，我们就是把这条线给它粘在这个被切割的这个物体上面就行。但是呢，这个线头有点短，我们呢需要给它把这线头拨得稍微长一点。拨得长一点后呢，等会操作的时候会更加方便一些。来看，我们把这个手机充电线只留下这个黑色和红色这两条线就可以了。我们呢就是把这条红色的线和这条黑色的线都给它拨得长一点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，假如我们需要在这个位置给它切割开，我们首先找个电工胶带给它先缠一下，给它缠牢固了以后，然后呢在它的对面这一侧也缠一下，中间这个缝隙啊让它留的稍微窄一点。我们等会儿要从这个位置把这个不锈钢管给它切割断。这样缠完以后，接下来呢把这条红色的线粘上，就这么简单。只需要呢粘上这条红色的线就行。你来看，粘好了以后，接下来呢我们在这个黑色的这条线上面找一个棉签，把它缠在棉签，重要的是缠在棉签这个棉花上面。接下来需要另外一个东西啊，就是从别人家厨房里面拿点食用盐，然后呢给它兑点自来水，给它搅和一下。我们做一个切割使用的这个溶剂，然后呢我们把充电线给它插在手机的充电头上面，这样呢就可以来切割这个不锈钢管了。我们看，首先呢把这个棉签给它蘸点这个盐水，然后呢我们放在这个位置一点点的来切割就行了。你看这样呢立马就有反应了，上面很多的小气泡，这个呢就是正在切割当中。这是一个时刻切管方法，不管是铜、铁、铝或者是不锈钢的管，都可以把它给切断。像这种薄的不锈钢管啊，一般2-3分钟就可以把这管给它时刻断。我们来看，这管马上要断了，你来看，你看，断了是不是？大概用了4分钟时间，把这管就切割断了。你来看，这个面还是非常的平整的，你看，这个面也是非常平整，而且这个方法呢也非常好用，是不是？不管是什么样的金属管，都可以用这种方法把它给切断。朋友们大家好，今天咱们拆解一个继电器，这是个12伏的。我们看一下继电器这个外观上啊，我们看出来烧的比较严重。它的问题啊是这2个引脚已经粘连在一起了。今天啊我们把它拆开来检查一下，看它的内部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引脚粘连。我们先用腕表来测量一下它的引脚，我们看一下这个坏的，看已经导通了。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新的是没有反应的。我们现在把它拆开来看一下它的内部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。哇，这里边现在比较黑，成这样了。我们看一下这个线圈，看着是没什么大问题的。它这儿问题啊，就是这个触点这儿应该是接触不良，时间长了以后发热，粘连在一起了。这个壳里面烧的也比较严重。我们把这个触点给它拨一下试试，都粘一块了，拨不动。我把这个片往上拨了一下，然后稍微有点间隙了，看有点间隙。刚才是这3个都在一起的。
这个角这部分应该还有个这个塑料的，现在不过这儿已经都烧没了，看已经烧糊掉了。继电器烧成这样的情况实际上是比较少的，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下，看一下它内部到底是什么样子的。好了，视频到此为止，感谢大家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Hello，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今天咱们修一个手电段，客户拿过来的时候说这个手电段，他说不转了，让我来给他修一下。我们先通上电来看一下，确实是有问题的，不转，没有任何的反应。然后这个正转和反转都是没有反应的，它不转。客户说他在使用的时候听到里边有啪的一声，然后有个火花就坏了，就不转了。具体这个火花是线的问题或者是碳酸的问题也不知道。现在呢我们把它拆开来检查一下。我们先把电源拔掉之后，然后再拆开它。拆开以后仔细检查一下，看这个线看着并没有问题，然后看这个电机这些线圈了，包括这个钉子和转子上面的线圈看着都是没问题的。我们先用腕表测量一下，看一下这个电源线有没有问题啊，看它有没有断。电动工具一般的时间长之后呢，这个电源线其实坏的是比较多的。电源线没问题，然后再检查一下另外这条电源线是没问题的。然后呢我们再检查一下，看这个碳刷它也是没问题。我们把碳刷先转出来，碳刷是没问题的。把电机我们给它拿出来再看一下，仔细观察以后啊，我们就找到原因了。我们看一下钉子上面这条灰色的线，看到没有，这儿已经烧断了。它的问题呢就是这条线烧断的原因。看着别的线，我们再看一下另外一条线已经露出来里边的电芯了，我们看一下是不是这个线也快要断了。但是这个为什么这条线没有皮了，还有这个为什么烧成这样了，它的原因啊是在这边。我又把这个电机装起来了，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两条线啊，它这个原因就是这个电机转子在转的时候，它一直磨这两条白色的灰色的线，磨时间长之后它就会把这个线给磨断了。原因就在这边，它这个设计是没有问题的，它这个应该就是厂家的组装工人安装的时候，他把这个线啊，其实呢这两条灰色的线应该放在这个槽里面，或者是放在这个槽里面，它是没有放在槽里面，线直接从这儿过的，这是安装工人不负责的原因。现在呢我们把这条灰色线给它重接一下，接好之后呢我们再试一下，看一下能不能修好这个手电钻。把线用电烙铁焊好之后呢，我们把它再套个热缩管，然后呢我们把它再装起来测试一下，看一下这个有没有修好啊，应该是没问题了。装好之后，电机上这个钉子上面三条线都是从碳刷下边过的，不能从这儿走了，从这儿走的话还是会磨坏线的。现在呢我已经把壳上的螺丝都给它安装上去了，我们通上电来试一下，看它能不能转啊。没问题了是吧？然后我们再试一下反转，也是没问题的。感谢大家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今天才发现，原来用锤子把这焊意丝给它砸扁以后，它居然这么好用。平时我们在焊接这个焊意丝的时候啊，一般都需要用到电烙铁，是吧？假如电烙铁坏了，又没有时间去买，或者是想应急使用，那怎么办呢？给大家分享的方法，操作非常简单。我们来看啊，首先我们先用个东西垫在下面，然后呢，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方法了。先把它给砸扁，砸扁以后，就算没有电烙铁，我们也可以轻松的来焊接东西。我们看，就这样轻轻的给它砸一下，给它砸扁。这焊意丝是比较软的，只需要呢就这样轻轻的给它砸一下就行了。砸完了以后，我们看，就这个形状的砸扁了。然后呢，我们把这节给它先弄断。平时呢，我们焊电线的时候，很多人呢都是需要用电烙铁，是不是？我们呢来测试一下，用个硬电线和一个软电线来测试一下。其实硬电线和软电线更不容易把它接得牢固，所以呢，必须用焊意丝
我们看把这焊锡丝就这样给它缠在上面。因为这个焊锡啊砸扁了以后呢，它就不需要用这么高的温度了。我们首先把它一圈一圈的这样给它缠在电线接头上面，缠好了以后把多余的给它去掉。我们来看，接下来呢，我就是用一个这样的最普通的打火机给大家演示一下。你看就这样的，它还不是防风的。我们来测试，你来看，就这样给它点着了以后，你看啊，立马就可以融化了，是不是？因为焊锡丝啊砸扁了以后就不需要这么高温度了。这个焊接的效果其实比电烙铁焊的效果都是一样的。我们看已经完全融化了，焊接在一起了，是不是？你来看这个效果非常不错，是吧？把它分享给你，给大家分享一个接电线的好方法，不需要用电工胶带，也不需要用这种热缩管。按照我的方法接好以后呢，非常的牢固，而且呢还防水。首先呢，咱们接线之前呢，先给这条线给它先剥出外皮，剥这个长度呢大概留个4厘米就可以了。从这儿给它剪断，剥掉这外皮。外皮有的一些电线还非常牢固啊，非常结实。好，然后把这个拽掉，把内部的这2条线给它剥出来，多余的这些东西就不用了，给它剪掉。然后呢，我们给这2条线分别给它先剥出一个大概3厘米的长度就可以了，给它剥掉外皮。剥掉以后呢，给它先像拧麻花一样，给它先拧一下。拧好以后，然后呢，把需要接的另外一条线也是一样，先给它剥个大概3公分。剥完以后也是一样，给它先拧一下。拧完之后，咱们开始接这条线。接线的时候呢，在这个线的中间部分让它交叉，然后呢旋转一圈，旋转完之后，然后呢这2个头接着再转一下，转成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呢这边这个头逆时针旋转，然后这边这个就是顺时针给它旋转。OK， 大概啊就拧成这样子就可以了。然后测试一下，非常的牢固。接下来呢，再经过2步的简单操作，就可以达到防水和防电的作用了。第一步呢，就是需要用一个这样的热熔胶枪，然后呢，在这个电线周围给它打上热熔胶，薄薄的给它打一层就行了，一定要薄薄的打，不要打的太多了，打太多的话，第2步就没有办法操作了。一定要打均匀。打完以后，我们就可以进行第2步操作了。然后呢，咱们看一下，还是可以的，是吧？然后呢，第2步操作呢，就是刚才拨出来的这个电线这个头，我们看一下，这是一个类似于热缩管一样的东西。我们呢，把它穿在电线里面。穿上以后呢，到这儿，我们呢，还是用这个热熔胶枪，给这个胶呢再轻微的再给它打点儿。打的稍微粗一点，然后呢也稍微长一点。打完以后呢，趁着这个胶啊还没有凝固的时候，就是赶紧把这个管给它穿上。穿完以后呢，然后边上多余的这个孔啊，用这个胶呢再给它再打点胶。接完以后，咱们看一下这效果非常不错，是吧？像这个多余的胶可以把它给去除。然后呢，看一下非常牢固，而且呢，它也特别防水，就算泡在水里面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另外一条线也可以按照这个方法把它们给接起来。